龙年六少不是说江湖，这个龙年六少发音应该是龙年六少。是哪六少呢？易经上说啊，夫少者多之所贵也。意思是说，凡事啊以少为贵，少才能得到的更多。人生既如此，多不如少，少的力量能让生活更有质量。那肯定有大家伙会反问我啊，怎么会少会有质量呢？应该是越多越好，多多益善嘛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分享的就是龙年六少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少食则少疾。咱们经常听到老辈人们说啊，能吃是福，对吧？经常我们会听到他们是这么说的啊。但是少有人知道下面一句是什么呢？是善吃是治，远离疾病的办法之一啊，就是少食，准时限量，7分饱才是刚刚好。那106岁高龄的宋美龄啊，就格外注意饮食之道，一天之内她要吃5餐，但每一顿啊只吃5分饱，就浅浅的尝一下，绝不多吃，甚至每天都要称体重。一旦超重，她就会将正餐改为蔬菜水果沙拉，偶尔呢吃些牛排。她正是如此自律而且节制自己，宋美龄你知道吗？才无病无痛，长命百岁。那民间呢有句话怎么说呢？常有3分饥，百病不相惜。还挺押韵的啊。无论是盲目节食服行了事儿，还是胡吃海塞无所顾忌，实际上呢都是不可取的。到我这儿现在想想，应该5分饱5分饥，节食安慰，恰到好处，才能守得住健康。现在呢我呢实际上呢特别喜欢自己做饭。首先呢我是特别享受这个做饭的过程啊。重要的是什么呢？要吃的安心和健康。平时呢也是尽量的少点外卖，什么油炸的呀，什么奶茶，那我都是很少来摄入的啊。少吃并非是节食，而是我们追求更为健康的饮食。你说对不对？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少欲则少忧。清代学者申居云啊曾说，纵欲之乐，忧患随焉。意思是说，如果一个人放纵自己的欲望，那忧愁祸患也就随之而来了。你想要的越多，麻烦也就越多。反之，减少自己的欲望，才能洞见幸福的真谛。在柳宗元的《副板传》中说，副板啊是一种喜爱背东西的小虫，爬行的时候啊遇到东西总是抓取过来，背着这些东西啊就越背越重，即使非常的劳累也不会停止，直到跌倒摔死。很多人活得不幸福，便像这个副板一样啊，欲望过多，但却忘了能背负的东西啊是有限的。人们常说年龄越大烦忧越多，但实际啊和年龄并无关系，而是欲望过多。对外物的渴求是我们的本能，但人心是有限的。孟子说，养心莫过于寡欲。内心的丰盈啊源于欲望的减少，而非外物的增加。少欲知足，放下贪念，才是养心之法，善身之道。那第三个呢是少言则少祸。出自《晋傅玄口铭》中记载啊，有这么几句话分享给大家。神以感通，心摇口宣。精神通过感应来交流，而心中的想法呢则通过嘴巴来表达出来。福生有兆，祸来有端。这个说的是福气的到来啊，它是有预兆的，而灾祸的发生呢也是有起因的。咱们接着说啊，情莫多妄，口莫多言。
这个说的是情感不要过多的虚妄不实，嘴巴呢也不要随便的多说话。还有句话，以血溃河，滋血青山。小小的蚂蚁洞穴啊，如果它建立在这个河流的这个河堤上，你可不要小看它啊，它可以使它崩塌的。这就意味着小小的事物如果不加注意啊，就很有可能会导致很大的灾难。另一句话讲的是什么呢？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疾病呢常常是因为饮食不当而引起的，而灾害呢则常常是因为说话不当而招致的。还有句话是什么呢？存亡之机，开合之术。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在于什么呢？就是如何把握时机。而说话与沉默的策略呢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还有句话就是口与心谋，安危之源。嘴巴与内心的策划和思考是安全与危险的根源。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？枢机之法，荣辱存焉。在关键的时刻发出的言语或做出的决策，将决定一个人的荣誉与耻辱。一个人如果说话不知节制，随意开口呢，就会给自己招惹祸端。那在我看来啊，就说做一件事儿怎么做，话又怎么说，我们需要看什么呢？看环境和位置。比如我的孩子，他从小到大，我就非常鼓励他多表达自己的思想。反驳的要有理有据，该争取的就要争取。掌握好一个度啊，真是个技术活。真正做到是什么呢？不妄言，控制说话，这才是一个人最大的福报。这里有一个小故事啊，历史小典故，说的是曾国藩出入官场的时候啊，他口无遮拦，得罪了不少上司同僚啊，直到差一点丢掉了性命，才顿悟自省，给自己立下了规矩，谨言刻刻留心。他自此说话呢就谨慎了，时刻细心留意，每日在睡前呢还要回想自己是否有言语不当之处。后来呢，他口中的话呢就不再多了，出言处事只求一个稳字。曾国藩深谙此理啊，方能平定太平天国，兴办洋务，终成一代名臣。那周易上说，吉人寡言语，造人之辞多。少说话，不妄言，是入德之基，载福之道。那第四个呢，就是少思则少忧。作家林清玄说啊，今天扫完今天的落叶，明天的树叶不会在今天掉下来。不要为明天的事情呢去烦恼，要努力的活在今天的这一刻。道理很简单，但真正能做到的人啊却很少。人们总是为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担忧，想着想着就将自己陷入了一个负面的情绪之中。这个里面啊，就是《红楼梦》中黛玉妹妹是多少文人心中的千古一梦。她出生大家，才华横溢，她那微微一笑啊，那皆是风情。但另外一面呢，她体弱多病，父母双亡，情路坎坷，结局悲凉，又特别令人惋惜的。其实大家想想啊，这个黛玉的香消玉殒啊，和她多思多虑的情性啊，关系很大。一点风吹草动，她都会心里胡思乱想，情绪上就引起轩然大波，让其身心备受折磨。这是最令人疲惫的精神内耗。说到精神内耗，大家可以去翻看我之前发的一些视频，就是主要讲内耗的啊。这会大量消耗多少的精力和注意力呀？你说黛玉妹妹的情绪，这是多让人担忧啊，对不对？可惜了的是吧？古人说啊，烦恼本无根，不减自然无。
困惑本无缘，不究自轻松。所谓的忧愁，有时候啊，不过只是你胡思乱想，为自己设下的囚笼枷锁。小事儿做多了，身疲；大事儿想多了，心累；烂事儿想多了，烦人。不如啊，少思少想，一念放下，万般自在。人这一辈子啊，把自己的心情照顾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说有没有道理？第5个是什么呢？是少怨则少悲。不如意事常八九啊，谁都会遇到些不顺心的事情，有人怨声载道，有人一笑置之。抱怨多了，看似宣泄，其实不仅不能解决问题，反而会演变成你悲伤的负担，满满的都是负能量，越抱怨越不幸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。遇到不顺心的心态呢，这个时候心态很重要，少抱怨，找朋友喝杯老酒，聊聊心情，豁达乐观才是解决问题的捷径。唐代最高产的诗人白居易生来体弱，年少恰逢安史之乱，颠沛流离，中年仕途又坎坷，他屡遭贬谪谪居卧病浔阳城，但他却活到了75岁的高龄。他长寿的秘密就是什么呢？少抱怨，常开怀。卧病在床的时候他笑着说：枕上忧烦多发病，床上欢笑胜寻医。年老他又中风了，你说说，真是让人操心啊。他依旧笑着说：头风若见失应愈，齿折迎谈笑不妨。挺乐观的那么一种心态，你发现了没有？白居易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仍然心中无怨，热爱生活。所以咱们怎么说呢？人生处处是风景。那作家刘同还有句话说得好：抱怨身处黑暗，不如提灯前行。与其怨天尤人，不如化怨气为动力，脚踏实地改变自己。抱怨是最无用的东西，越是抱怨，伤悲离你就越近。所以呢，这个幸福就会离你越来越远。生活再难，别忘了微笑。日子再苦，别少了乐观，少抱怨，积极乐观的对待生活，咱们就做到了，这样你就赢了。第6个是什么呢？是少惰，则多进。常言道：业精于勤，荒于细。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面临各种的挑战和机遇，有人呢勤奋向前，有人呢却沉浸于安逸。懒惰看似是享受，其实不仅阻碍了你的进步，反而会演变成你未来的一种遗憾，满满的都是错失的机会越懒惰越落后，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现实。所以我们就是什么呢？面对生活态度至关重要，少一分懒惰，多一分行动，才能不断的前进。有句名言说得好懒惰是所价极高的奢侈品，一旦到期倾付，必定偿还不起。咱们秉持这种生活态度，希望大家能够做到龙年6少，不仅是为了远离疾病、烦恼、祸端，还有忧愁和悲伤更是为了拥抱健康、快乐、宁静、神怡和前行的力量。道德经上说什么来着？少则得，多则祸。生活的美好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驾驭自己的内心，保持一颗活力四溢、青春靓丽的心态，我们定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。过了不好意思刚才说大发了。咱们不要求那么多，咱们就是我们定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越来越潇洒。